我知道你最近真的很累，而且那种累不是休息就会好的那一种。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我先讲结论，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正走在2025到2026之间一段很少人讲清楚的交接期。随着时序渐渐进入农历岁末，大家都在忙着年前的工作结算与年底的收尾。在北派紫微斗数的观点里，这段日子其实是旧能量离场、新能量进场的接气期。在这段期间，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最近总是事与愿违，甚至有种说不出的疲惫。这不是你运气差，更不是你努力不够。从紫微斗数动态逻辑来看，你正处于2025乙巳年太阴化忌的残留能量与2026丙午年廉贞化忌的预热之间，那个最混乱、最震荡的能量断裂带。很多人常问 Simon 老师，流年运势难道像是切换电灯开关一样，在大年初一开始的那一刻才瞬间改变了吗？其实不然，能量的转变更像是一场马拉松的接力，上一棒的运动员要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位，这中间就有一段陪跑的距离，这就是接气。老师知道大家辛苦了一整年，现在可能只想躺平，但请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完这段，搞懂了能量的流动，你接下来的休息才会真正有效。太阴季的深层清理与灵魂的洗礼。在进入2026年之前，我们必须先好好的与2025做个总结。如果我们不清理旧的负担，即使是新来的好运气进来了，也没有地方放。回顾这一年，以天干带来的太阴化忌，是许多人心中的隐痛。在北派斗数中，太阴主内敛、情感、女性以及天灾、财富。当太阴化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就像月亮被乌云遮蔽，找不到方向。情绪的失能感与心理黑洞。或许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家庭成员的摩擦，特别是与女性的长辈、女性主管的沟通障碍，那一种心里闷闷的，好像总有一块地方填不满的感觉。又或者是你明明努力存钱，却总有突如其来的开支让财库受损。更普遍的是一种情绪的过敏，明明是一件小事，却能引发你内心巨大的波澜。化忌的真正本质，能量的纠结与显化。这里要跟所有的朋友强调一个观点，从斗数的角度来看，化忌从来不是为了摧毁我们。在北派四化中，忌代表了粘性，代表了亏欠，也代表了收束。太阴化忌是为了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忽略的心理黑洞。如果你这几天仍感到有点闷闷不乐，请了解，这是太阴化忌能量在离场前的最后余波。这并非代表你失败了，反而可以将它看作你在过去的一整年中已经勇敢地承接了这些情感的功课。岁末接气的这段时间是最好的清理期，请试着对自己说，谢谢这些纠结，我已经从中学会了如何安顿自己的心。大家先别急着担心廉贞化忌，因为丙年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救命星，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启动它。等一下 Simon 老师会分享3招最简单的接气实践法，不需要神秘的仪式也能转运，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丙年的天干四化。丙午能量的全解析，天同禄与廉贞忌的平衡数。很快的，我们要面临的是即将阳光普照、节奏极快的丙午年。在12地支中，午宫对应的是正午11点到1点之间，那是太阳挂在头顶，
火气最强旺的位置。这代表了2026年整体的步调都会变快，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的显性、透明，而且直接。丙年的天干四化是天同化禄、天机化权、文昌化科、廉贞化忌。这组结构在命理逻辑上非常的迷人，它完美的诠释如何在变动中寻找稳定。天同化禄，乱世中的赤子之心。天同众所周知是斗数的福星，也代表着孩子、疗愈跟享受，这就是我要说的救命星。化禄之后的天同会让明年出现一种福祸相倚的氛围，即使外在经济环境或是国际局势仍有许多挑战，但我们更容易在生活中发现许多的小惊喜。这是一种知足常乐的能量，提醒我们去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也别忘了像孩子一样去享受当下的快乐。如果你明年有机会旅游，培养新的兴趣，或是单纯的享受美食，请不要有罪恶感，那是天同化禄在滋养你的灵魂。廉贞化忌是丙午年的保险丝与安全带。重点来了，丙午年伴随着廉贞化忌，廉贞是赤桃花，也是行政、官非、规范以及深层制作的象征。很多人一看到化忌就害怕，但Simon老师要告诉你一个不同的观点，廉贞化忌其实就是2026年的保险丝。为什么呢？因为丙午年的天同禄、天机权都是动态的星辰，而丙午年的火气实在太旺了。如果没有廉贞忌来扮演一下刹车的角色，人们很容易在冲动之下持续的犯错。在法律跟规范下，明年处理合约、行政流程或是人际关系时，必须格外的谨慎，稍有不慎就容易卷入新的是非纷争。在深层自我约束的情况下，廉贞忌是为了保护天同禄的福气，就像电箱里的保险丝一样，当欲望或冲动的电压过高时，它就会跳开。虽然让你暂时断电，放慢脚步，但它却保护了你的人生不被烧毁。所以当2026年你感到受限，感到必须谨慎行事时，请记得，那是整个宇宙在保护你，让你的好运能走得更稳定、更长久。廉贞星与丙午年的观察，为什么丙午年特别强调规范？我们回顾历史，丙午年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节目一样。在古代，廉贞是囚星，代表着规范与法律，也被视为官僚之星，代表着朝廷的法度。当廉贞化忌时，代表原本的规范正在受到挑战，或是需要重新的调整与校正。这意味着2026年我们在追求天机权的变革与天同禄的享受时，必须有一套底层的廉贞忌原则。建立原则不是为了守旧，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里，我们必须让自己有一套不变的定见。如何从你的紫微命盘定位2026的能量点？现在，请同学们再打开一次自己的紫微命盘。上一集我们讲到了环境与我的影响，而这一集老师要在这个时间点带大家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能量定锚。请观察你的流年命宫，也就是午宫的位置。午宫的宫位能量，现在可以按下暂停键，去打开你的 APP， 看一下午宫在哪个位置。我们接着对号入座。在北派斗数中，宫位职能的重叠是判断运势最精准的方式。请看你的午宫在你的大限命盘中是扮演着什么角色。午宫是大限的命宫或是迁移宫，2026年对你而言就是自我重塑的一年。
你的个人特质会被放大，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你的身上，这是一把双面刃。天同化禄让你讨喜，但廉贞化忌则提醒你言行必须合乎规范。岁末节气的这段时间，请找个安静的地方跟自己对话，为明年做好准备。五宫是大限财帛宫或是官禄宫，这是一段关于价值产出的关键期。明年你的工作会因为天机权而有很多的新想法，由于天同禄的关系，也会有不错的获利机会，但廉贞忌则表现在处理行政与文书时较容易出错。请趁着岁末这段时间整理自己的工作环境与财务报表，这不仅是实体上的清理，更是向宇宙发出信号，我已经随时准备好专业迎向繁荣。五宫是大限的夫妻宫或子女宫，明年重心在于关系的经营。天同禄带来了浪漫与温馨，而廉贞忌可能带来了不必要的猜忌跟过度的占有欲。请利用春节交替的那几天，主动与家人、伴侣进行一场深度的沟通，哪怕只有几句简单的感谢，都能为明年种下和谐的种子。五宫是大限福德宫或疾厄宫，这与身心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有关。明年要特别注意情绪的起伏，廉贞化忌有时会带来钻牛角尖的倾向，尤其是在福德宫与命宫时更是如此。建议多接触大自然，发挥天同化禄的疗愈力。转换与承接，四宫代表了2025年，而五宫则是2026年的代表。在北派四化中，我们都会看到气的流动。如果你2025年在四宫有严重的纠结现象，例如生年忌或流年忌，而2026年的五宫有强大的禄或者是权，这代表你正处于跳出泥淖的关键跳板。接气期的这段时间，正是你摆脱旧习气、建立新秩序的最佳时机。岁末接气的三大建议，该如何接气呢？在理解了命理规则后，我们该如何具体实践呢？真正的能量启动源自于心念与行动。虽然现在距离除夕还有一段时间，请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先在心中预演这场感谢的功课。接气期的三部曲，接下来Simon老师为你准备了一份除夕、初一、初二接气期的三部曲。这段建议很重要，大家也可以截图存下来，或者是转发给身边最近也很累的朋友。第一步，除夕夜，感谢与归零。这是乙巳年的最后一天，请在心中列出一份清单，写下过去一年让你感到沉重、遗憾或焦虑的事情，这就是将过去的痛苦转换成感谢的过程。想象一下，这些负能量随着年夜饭的热气一起蒸发了，新的能量才进得来。第二步，大年初一，启动天同化禄。这一天是新的开始，也是丙午年的正式启动。天同本来就是颗福星，请在这一天给自己一个甜头来应景，不管是享受一顿美食，穿一件喜欢的新衣，或是纯粹的发呆一个下午，让你的灵魂感受到禄这个能量的滋养。这就等于告诉整个宇宙，我准备好了，要接受幸福了。第三步，大年初二，规划与执行。这一天大家通常都会回娘家，或与朋友、家人聚会。在喧嚣中，请拨出半个小时，借着廉贞的严谨或天机的变动力，开始写下你的2026年的具体计划。内容不必宏大，但一定要具体。例如，我明年一定要学会一项新的职场技能，或者是我要每天运动15分钟。
又或是学会游泳都可以。带着觉察，顶峰相见。命理的学习并非要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而是要透过智慧，温柔的给大家提供一份1年份的个人运势预报图。2026丙午年是一场关于火与光的考验，它让我们像天同路一样保持着天真与乐观，也要我们像廉贞一样守着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当你学会观察出命盘上的种种轨迹，将会发现运势的高低不再是不可捉摸的玄学，而是如何跟宇宙共振的频率。岁末接呼吸的这段时间，重点要放在好好休息，好好呼吸，不要被动的被流年拖着走，而是带着觉察，主动踏入新的一年。下一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2026年财神不爱瞎忙的人，教你找出每60年才出现一次的暴富位置，请大家敬请期待。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按赞并分享，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点一下超级感谢来支持这个频道。也欢迎同学们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武功在大限的什么宫位。我是 Simon 老师，命理不神秘，了解就有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